8月传来飘雪的消息，恒大终于被港交所请下舞台，退市日期一锤定音。这下好了，许家印曾经一口气把中国楼市吹成了 GDP 神兽，如今却连自己都被吹飞了。而万达再被强制执行24亿元，后面还有超过1000亿的债务在排队。王健林愈加消瘦，王思聪也坐实了富不过3代的命运。其他的地产大佬们也紧随其后，一个个的不是被追债跑路，就是急着把钱往海外搬。这一幕幕的活像地产江湖上演的大逃亡。地产大亨们集体换了新行头，排队走进老赖俱乐部。恒大谢幕了，许老板也从地产之王改行做了爆料大师。据说这位供名单专业户吐出的高官，直接送到中南海当头牌炮仗去了，把中南海炸得比房价掉得还快。原来房市的地基不只是混凝土，还掺了不少政治水泥。这么看来，王健林用的水泥也是过了保质期，那就只能拿铁锹铲回去卖废料了。您好，这里是大时局时法一心，我是小峰。中国大陆烂尾暴雷潮席卷全国，家在图纸上，梦在蓝图里，钱在领导的朋友圈。地产江湖的夏天早就结束了，这个冬天冰封的是房价，垮掉的是信心。有人说，房市就像中国经济的心脏起搏器，现在心脏抖3抖，血压掉3掉，剩下的火星眼看着也要熄灭。至于习近平，可能还在想着心智生产力这种美丽的名词儿，但市场已经用脚投票，买不起，不信任，不期待。地产寒冬的数据也冷得吓人，全国百强房企销售量连续暴跌。在2025年中国城市房价跌幅排行榜上，位居榜首的温州，房价直接腰斩再腰斩，跌了个 63.5%， 比股票还刺激。青岛、东莞们也不甘落后，半价促销，活像双11。至于一线城市，虽然还没跌到骨折，但市场已经一片冰封般寂静。有人调侃，房子本质上就是国债的外壳，现在借债的人集体装死，哪来的升值？也有人酸溜溜地说，当年怎么一步登天的，今天就怎么自由落体的。在这面背景墙下，恒大终于掀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也为中共官场埋下了一个炸药包，炸开了中南海的风暴。恒大退市震动市场，但真正的震中不在金融圈，而是在中南海的权力深处。8月12日，市场听到一声巨响，不是烟花，是恒大在港股的断电声。公告一出，港交所宣布，恒大这位昔日市值高达3400亿人民币的地产巨无霸，将在8月25日正式退市，而且恒大自己都懒得申诉，干脆摊牌不玩了。这就像一个赌徒输光了，连再来一局的勇气都没有了。对外界来说，这可不是简单的商业新闻，而是一场超长连续剧的大结局。要知道，港交所有明文规定，公司停牌超过18个月，对不起，请出门右转。恒大自2022年3月停牌到现在早已爆表，就差一张退场券。翻开财报更刺激，截至2023年中，恒大负债 2.39 兆，资产才 1.74 兆。简单说，就是家当全卖光，也还不上这大窟窿。这不是资不抵债，这是债能吃掉资产，还能打个嗝。恒大的倒下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算是大陆房地产神话的黑色墓碑，但精彩的还在后头。真正的大瓜在于，许老板被带走后，独立评论人士杜正披露，他报的名单里不仅有中共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前司法部长唐一军、
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还不乏习近平的心腹，比如马兴瑞、陈敏尔、陈一新等人。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还爆料，马兴瑞是和彭丽媛有家庭渊源的重量级人物，早在习近平上台前，他就经常出入习家，是近水楼台的标配。而马兴瑞和许家印的关系也如同胶水级密切。回到2015年，时任中共广东副书记、深圳书记的马兴瑞和许家印把手一握，从此恒大总部火速搬到深圳。这哪是合作，这是红毯直接铺到家门口。可惜2021年恒大暴雷，马兴瑞却一路高升，成了新疆书记，还挤进了政治局。然而今年7月1日，官方突然一句另有任用，把马兴瑞从新疆书记的位置上卸下。没多久，海外传出7月5日，马兴瑞的妻子荣丽被中纪委带走，理由是借着和彭丽媛的关系大捞特捞，数十亿资金转去海外。这下马兴瑞从火箭升空变成了急速返航。据资深自媒体人蔡胜坤透露，马正在接受调查，结果要么软着陆到政协副主席，要么走上彻底凉透的老路。许家印还与陈一新、陈敏尔交往密切，他俩都是习近平的浙江帮嫡系亲信。据报道，陈一新在武汉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只做了1年零2个月，但他在此期间至少2次热情邀请许家印造访武汉，可见两人交往的密度很大。2016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陈敏尔，在时任省长孙志刚的陪同下，也会见了许家印。结果现在他们可能都在黑名单上。所以恒大的退市，许家印手里的炸药包可能还没完全扔出去。接下来到底会有哪些大人物名字被炸出来？这出大戏恐怕才刚刚进入第2季。许家印的故事要是拍成电视剧，估计能播个30集。从河南小伙掏粪工起步，到中国首富皮带哥登顶，再到烂尾楼总司令谢幕，剧情跌宕，收视爆棚。小许从茅草屋里考进武钢学院，靠一招空手套银行拿地起家，手盘一开卖就赚翻，瞬间成了广州房地产界的发财模板。之后的套路很简单，借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盖更多的楼。靠这个循环，他一路坐上中国地产大王的宝座。钱多了，许老板就玩起歌舞升平了。恒大歌舞团200多人，条件苛刻，最后还得过许老板亲自面试。传说马云看完表演后直搓手，估计在想，我真亏了12亿给你搞足球啊。42楼神秘会所更是传奇，只有许老板和贵宾才能上去。传说许太太有次闯进去，下楼时脸黑的比煤球还黑。其实许老板早有预感，早在2017年和2018年疯狂分红，还搞了个技术性离婚，把1000亿资产转去前妻手里。许家印也早早办了香港身份，想着关键时刻能跑路。可惜啊，今天的香港和深圳已经没啥区别，连加拿大籍的肖建华都能被拖回去，许老板的护身符也就图个心安。许家的大儿子低调去了加拿大，小儿子哈佛出身，却因财务问题被调查。神秘女儿奢侈到飞机游艇随便换，堪比现代版公主日记。一家子各有退路，留下来收烂摊子的只有中国老百姓。2023年许家印被抓，恒大轰然倒塌，留下了核弹级的债务和烂尾楼，无数商票和债券烂在手里，不知道应该找谁负责。有人骂许家印皮带哥敛财无度，但有人直言，政府才是这场游戏的庄家，土地、贷款、政策一路开绿灯，许家印们只是窃钩之贼，
真正的窃国之道还躲在幕后数钱。许家印就被媒体各种爆料和江派二当家曾庆红关系密切。2009年，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的花样年集团在香港上市时，许家印就曾经认购股份。巴拿马文件也有披露，江派大将贾庆林的女婿李伯谈与许家印也有合作，只是靠第三方公司隐蔽进行。恒大的故事就是中国地产时代的缩影，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还有一难兄难弟王健林和他的万达王国。中国前首富王健林最近过得无比的糟心，不是卖资产就是被追债。这不，北京金融法院又来敲门，要抽他24亿。王健林现在每天醒来，大概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又是谁要钱。据天眼查的八卦本子，万达身上挂了10条被执行人记录，金额加起来76亿，但这些可能还是冰山一角，股权也被冻结的差不多，可以拿去卖冰棍了。要知道，王健林可是曾经多次坐上中国首富的宝座，2010、2012、2016、2017，他可都是一哥。如今地产一蹶不振，他的财富也来了一次自由落体表演。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王健林父子去年还有1408亿，今年就只剩588亿，一年蒸发了820亿，身家排名从第9名直线下滑到第51名，这速度坐过山车的游客看了都得鼓掌。万达的新闻这几年就没出过好事，不是被执行几十亿，就是甩卖几百亿。按照这个节奏，再过几年新闻标题可能会变成万达大厦诚招租户，含电梯不含首付。回顾王健林一生，其实就是场豪赌，赌赢了是首富，赌输了是首富。这个1000亿烂摊子，在老赖排行榜上徘徊的老王估计是兜不住了，会不会砸到儿子王思聪头上？连网友们都调侃，富不过3代，万达2代都嫌多。当年王健林的口号是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先挣他1个亿。结果没想到今天的小目标却变成了先还他1个亿。老王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王健林是红2代的兵哥出身，在军队磨练18年，下海接手一个烂摊子房地产公司，靠空手套白狼成功翻身。90年代一波操作猛如虎，万达就这么起来了。房地产黄金时代一到，老王开启广场批发模式，一个城市一个万达，光国内就400多个，还迎来了海外买的春天，收购美国 AMC 剧院、传奇影业等。他买足球队，买酒店，买体育公司，甚至呛声要干掉上海迪士尼。那几年，王健林当真是买到手抽筋。还有江湖传说，王健林是奉旨大规模举债进行海外并购的，奉的谁的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江派，目的是掏空习天下的国库。谁知道习近平的政策一转向，地产进入寒冬，万达立刻从全球收购王变成全国甩卖王，酒店、文旅、广场一座一座往外卖，海外项目打包清仓。现在法院还隔3差5来收账，光强制执行就超过70亿，股权也冻得比冰箱还严实。王健林身体瘦了，身价更瘦了，一年缩水800多亿，从富豪榜掉到老赖。有人调侃，从前他除了钱一无所有，现在他除了债一无所有。当然，万达一路狂奔，背后离不开权贵加持。万达创业的时候，薄熙来已经是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并很快升任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健林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时候，
薄熙来调到商务部任部长。当时的商务部掌握国内大型商场立项审批的同时，还握有国外大型连锁商业公司进入中国的审批权。王健林能够四处圈地，大展拳脚，绕不开薄熙来的一路扶植。薄熙来到重庆后，王健林立即跟进，遍地开发，万达广场之多，甚至超过上海。大连人都说，万达王健林是薄熙来的伙伴，是薄家的大钱袋子和洗钱工具。而且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还不避嫌地出任过万达的首席法律顾问，双方就更分不清彼此了。薄熙来倒台后，王健林也做了紧急切割。他先是高调宣称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后又自相矛盾地表示从商要亲近政府，远离政治。2012年，王健林接受外媒《金融时报》专访时称，和薄熙来很熟悉，但只是工作关系。他自我辩解道，在中国没有几家企业敢公开说从未行贿。万达背后牵连的朝廷权贵过于错综复杂，传言王健林与时任常委贾庆林很有交情，当时才暂时躲过一劫。红色轮盘的作者沈栋先生曾提出了一个观点，红色血脉本来就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只是大家在面上看不到。大家在面上看到的所有人，其实背后都是有红色资本的，或者说大家说的白手套。在中国，其实每个商人都是白手套。红色轮盘书中提到，王健林名下万达帝国的幕后权贵包括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的儿子王新宇，原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还有温家宝的儿女温如春和温云松及习近平的姐姐姐夫等等。看来王健林是在替大佬们洗钱，结果却一脚踩到习近平的红线，买的帝国瞬间被打回了卖的悲惨世界。如今的老王不唱假行僧了，不喊小目标了，只剩一句话，瘦身还债，能活一天算一天。现实很残酷，在中共的游戏里，富豪们永远不是玩家，只是筹码。话说中国房地产大亨的群像大戏正在上演，前有许家印，后有王健林，首富变首富。如今第三位演员登场，华南城。这货不一样，号称有国资背景，背后大股东是深圳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听起来比恒大万达靠谱得多。可惜啊，背景再红也挡不住现实的黑。华南城还是跟进了，同样被香港法院直接颁清盘令。华南城仗着国资背景，结果还是清盘剑，给房地产的惊雷榜又添新名字，简直像春晚节目单，一个接一个，热闹非凡。根据华南城的数据，截至去年底，负债609亿港元，还欠着13亿美元海外债。这证明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还远远没结束，还在连环爆。前有恒大核弹，后有万达切肉，现在华南城也端上来了。中国房地产这出戏还真是一城一故事，个个都是雷，观众都快看麻木了。要出场的倒霉蛋太多，今天也实在是讲不过来了。说到底，房地产这盘棋里最聪明的还是潘石屹和李嘉诚，人家玩的是国内赚钱，海外存钱的腾挪大法。简单粗暴总结就是，在中国挣的每一块都可能是别人锅里的红烧肉，能搬出去的每一块都变成保险柜里的纯金条。所以当地产大佬们一个个成了首富、烂尾指挥官时，潘石屹在美国喝下午茶，李嘉诚在英国数租金。中国房地产大戏演到这里，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安全的投资不是楼盘，而是跑得快。这里是大师局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
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